白羊座25年开年不错啊，水星恢复盛行呢，让白羊在考学方面以及跟外界思维观念碰撞方面会变得顺利，学东西会学得很快又很深入。前段时间呢，水逆的时候，一些学制方面啊、差旅啊、跨界转型啊、辞职啊等等一些计划容易停滞拖延，但是呢，接下来白羊有机会重拾计划，并且很高质量的去完成它。这既会体现在白羊的考学工作方面，也会体现在你们的生活方面，比如说饮食啊、减重啊、睡眠等等。那么1月在这些方面的推进都会看到成效，并且白羊开始对自己好了。就之前你们做一个事情，设定一个目标，就会对自己很狠啊，特别着急，逼自己逼到不行，身边人有的时候也被你们折腾的够呛。但是进入到25年1月呢，随着金星进入到12宫和土海的一个汇合，白羊这次会让自己舒服一点。刚说了，你们12月末到1月份是努力的，是进取的，但是这种努力不是以牺牲什么为代价去努力的。比如说为了某一个任务，为了某一个人去熬一个大夜啊，白羊不会再这么做了。你们会反省说这样不值得，事情确实也是要做的，但是我也要更好的去对待自己。所以呢，1月份白羊会让自己舒适的去努力，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还有一个进步我看到的是，白羊不再那么催促和焦虑时间了，会变得更加稳，也更能去面对一些结果的得失。虽然呢1月中旬差不多15日到19日左右啊，你们的压力会有一点点大，或者你面对的一些事情它没有按照预期，导致了白羊的有一些状态的起伏，但是你这个时候仍然会去劝自己，跟自己讲说不要着急，没有关系，放平心态，慢慢来，不放弃，总会变好的。就是白羊居然开始自我开解了，或者说这个时候别人如果来劝说你们是能够听进去的。总之呢，你们会对人对事的这种心态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会让白羊生命很多的事情和关系有一种自然的一种突破和新的一种促进，这是非常好的。那事业生活方面的白羊1月份容易向上社交，一方面有的白羊会辞职或者是转行，也可能会差旅啊，去到其他地方开会工作，或者开启对接新的业务和项目。冥冥当中呢，你们会被带到更高的地方，迎接更高的挑战，也比较容易被带热度啊、带话题啊、带入局啊，就是被人 Q。本来呢可能跟自己没有那么大关系的一些人事场合，在这个时候呢跟自己却关联上了。虽然这种 Q 啊不一定是白羊意料当中的，或者是你期望的，但是呢都会让人们看到白羊不一样的一面。比如说觉得你还有这么可爱的样子，或者是一种反差萌等等的。大部分对白羊来说是一些好的发现，桃花呢也很容易去藏在这个当中，有一点点意想不到的地方来的。另一方面呢，有的白羊没有变换工作，但是呢会跟领导啊、上级单位部门或者是一些重要客户接触会变多，那这种呢就需要好好表现了，不可以怠慢，因为你的一举一动呢此时在领导客户的眼里是特别显眼的，他们会特别在意，就是你做得好可能会有礼包，做得不好可能也会被直接批评啊、打压啊、不买账啊等等的。但是好的地方是对方这个时候不会故意为难你们，没有小人运，所以呢如果遭遇到这类情况，白羊也可以自己反思一下，可能真的有一些问题自己是需要去改正一下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成熟。另外呢，白羊12月末这周到1月份呢，在这种考学啊、教育啊、会议啊、研究啊、差旅啊、互联网、外语外贸、异地海外以及精神探索等等方面的运是非常发达的，研究精神非常旺盛。基本呢，你1月份把时间精力投入到哪个上面去钻研它，这个回报都会很高，不会太白费力气。而且你们钻研的东西往往都是对你现实很有用的东西，比如说能够帮到你的学业、事业、收入等等的这种啊，回报低了你们这个时候不会去做，而这种回报快的话，它会在1月20日之后就会逐渐体现出来。此时呢，白羊会有一个对外展现的运啊，很容易被看到，或者是被议论到，也会跟团体各类人靠得比较近。刚刚说了，白羊1月容易被带入嘛，就自己的工作生活跟他人甚至一些挺远的关系产生关联，去加入其中，或者是跟别人互动。所以呢，白羊11月这种人际朋友运也是相当旺盛的，也会跟你们的事业财运非常相关。这也意味着你们蛮需要去注意一下自己对外的一些言行举止的，因为影响面在这个时候会被扩大。感情家庭方面的白羊1月份家人或者是亲密关系容易时好时坏啊，也可能是家里面事情不少，你们很可能会被呼来叫去。尤其是7日火星逆回到你们星盘的家宅宫位之后，接下来这20多天的时间，家庭的一个局面挺需要白羊费心去摆平，维系一种和谐，或者是你需要顾及到方方面面的人事想法。但是呢，白羊未必会表现出来啊，你们可能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觉得有点烦、有点焦虑、有点不安，但是外人觉得你们比较风轻云淡，甚至觉得说你们没有受到影响，你们甚至有点没有心啊。但是其实白羊内心还是有比较多顾虑和想法的，有的白羊这个时候也会有一种念旧的感觉啊。好在白羊1月份朋友运是不错的，尤其是月底啊，有机会和朋友啊、同学见面聊得还很不错，还有这种网友也可能跟这些人的沟通会比跟家人要顺畅。桃花呢这个月稍微有一点点寡，要不然就是没有，你也没有这个心思，要不然就这个桃花有点问题，比如说是旧人，但是你俩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这个桃花不是那么靠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不是在你意料之中出现的，现实当中看起来不太可能在一起。所以呢，除非是你本身就有对象，那这个时候倒是能够往前把这个关系再推一步，比如谈婚论嫁、结婚生子，或者是把关系公布，让更多人知道。否
否则的话，这个月白羊脱单的概率比较低，这个感情的进程会比较缓慢。那财运方面呢，白羊上个月花的有点猛，这个月呢在支出方面会好一点，可能还是会给这种家人亲友这种必要性的破财花费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你们会有一个对内对外的财务的管控啊，不会那么没有数。收入方面呢是属于正常啊，跟你们的职级会比较相关，就比如说你的职级地位或者是你的单位职级有所提升的话，那么在1月份你的收入就会升一级。如果职级咖位是没变的，那么收入也差不多是没有变化，你该得的就是你自己该得的，包括一些奖金什么的。那美容健康方面呢，白羊近期内核会有一个调整，比如说你去看中某医，或者是你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作息、运动等等，所以精神状态和皮肤的气色整体会有一个提升。但是很有趣的是，外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你如果不化妆自己去照镜子，能够感觉出来自己的气色、肤色变好。当然你的肠胃啊、妇科啊、骨骼啊等等这些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那要祝所有的白羊座新年站在新的起点，扬帆起航，好运啦！我是艾达范老师，用心理心学和自己重新交朋友，拜拜。